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部从桃园来的很漂亮的 R129黑色300SL 的分油盘完修引擎测试。首先我们看到这颗分油盘经过大哥内外都整修过之后，看起来相当干净，相当漂亮。那原来这部车子，在我们打开的时候呢，引擎盖打开的时候，它经过30多年，应该引擎都没有洗过。那因为我们这部车整修过之后呢，我们希望它再陪我们跑20年，而且是身体健康、头好壮壮。那这部车的外观是A 级的标准，也就是说它的软棚、它的车身钣金，包含轮圈也是 A 字框，也是人字框，内装也达到 A 级标准啊。这是大哥所经历过那么多的 R129里面算是 A 级标准的状况是非常好的。那引擎盖一打开，跟外面的外观是完全不搭调，因为它里面是非常非常肮脏到处都是粉尘，到处都是水渍。因为引擎这个部分，一般来讲，我们做汽车美容，它不太敢动引擎室，因为我怕还没洗车、还没整洗车之前呢，引擎是可以发动的，一洗完车子，引擎发不动了。所以一般来讲，汽车美容它很怕去处理这个引擎室的部分。那大哥利用这个包含塑胶件还有它的橡皮件我们都必须要上细油来保养它。其实以大哥的标准，我认为应该是3个月橡胶件跟塑胶件应该要上细油给它保护，防止它龟裂跟硬化。那我们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辅助风扇的部分，看见这是门面，我一打开，这整个车子赏心悦目里面外面看起来都是一致，那么样的干净，那么样的漂亮包含我们它这个防火墙里面的大哥也里面的重要机件，大哥也都清洗，然后呢上油，看起来就是干干净净，然后油油亮亮的。我们上细油的目的主要是在保护它，当然金属的部分它上了细油，它看起来比较没有水渍对细油对金属部分是没有帮助的，但最主要是橡皮件跟塑胶件。我们希望说，现在都已经用了30年，我们希望再用30年就已经50年了。我们希望这个橡胶件跟塑胶件它不要龟裂，不要脆化。因为这个年代的车子它并没有环保材质的限制，所以说经过30多年之后呢，看起来所有的塑胶件、橡胶件几乎都没有老化的现象。那我们希望进一步的保护它。那再来呢，我们来谈到它这个分油盘在整修之前，它是供油不足，行进当中的出油量应该190，它大概都落在145左右。那所以使得这个车主在引擎发动的时候，真的要凭运气，有时候发得动，有时候要打好几下有时候一次就发这个应该是供油不足，造成启动困难。那缺点还会造成稀薄燃烧引擎过热这个问题经过分油盘整修过之后呢，这个问题就不会再发生了就是一点就着想发就发，想停就停。那首先再来，我们看到它的8支喷油嘴，它8支喷油嘴，因为这个24V 这个是细牙的喷油嘴，细牙喷油嘴其实是没办法清洗的。那也就是说，它在如果说堵塞严重，
或是说雾化不良，其实它一定要直接更换，不像我们除牙还可以用机台那个厂商它还可以机台去清洗，因为细牙它结构有在喷油嘴那个地方也稍微不同。那还好，它这8只喷油嘴状况，车主说刚换新，没错，状况还是不错，只是说我们经过厂商清洗测试过之后，再来大哥来做审核，雾化跟出油量都达到标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使用。所以这8只喷油嘴省了一笔钱，因为我们没有更换，我们只做清洗，那 OK 的这是因为现在这个细牙的一只要差不多2500块钱左右，而且还缺货，找不齐6只，因为使用量太小这个20 CP 已经太稀少了，所以说料商他不会去备料。那火星塞的部分因为火星塞它型号没有错，但因为以大哥的标准，我希望说每一样的东西都是经过大哥能够审核过的零件可用所以喷油火星塞大哥已经全部都换掉了还是给他换新。那至于说它分电盘的部分大哥没有拆修，但是它分电盘因为车主跟我讲说他才刚整换过，那看起来最主要是说大哥在做它的火花大小检测的时候，它是过关的 ，OK 的，高压线也没问题，所以电的部分点火系统这个部分经过大哥检查是正常的。那再来它引擎角的部分，大哥在引擎在试车发动的时候还不错，引擎角还是 OK 的。那至于说它后面的汽油帮补的部分汽油帮补的部分就是汽油帮补状况还不错那滤芯看起来还新。那大哥有更换的就是蓄压器蓄压器是严重漏油，那蓄压器就必须要更换。那至于说汽油滤芯汽油帮补旁边的汽油滤芯，记得一定要跟这个机油滤芯一定要2次机油一定要换1次汽油帮补的滤芯跟机油滤芯因为机油滤芯一般我们习惯上是2次机油换1个滤芯，那每次换机油滤芯的时候就记得换汽油帮补的滤芯，费用也大概在跟汽油帮补跟机油滤芯应该价钱差不多在1000块上下那至于说这部车子它在行进当中的测试车主跟我提到说他感觉上因为这是5速车，那车主感觉上说好像少了1速因为大哥还没有做长距离的道路测试，所以还没有发现还没有办法证实说它是不是少1档。不过它整个引擎运转是顺畅的，因为它里程数低于10万公里。R129一般来讲，这个年份，都很少超过20万的那这个里程数，变速箱是非常顺畅很稳定很柔顺，引擎反应也非常好，因为它的缸压我们测下来都在10到12之间，缸压是非常好。那经过大哥整修过这喷油盘之后，它的怠速小油门的测试数据也是在3%以内，所以等一下我们大哥发动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的引擎怠速的状况。至于说其他的部分我们等引擎发动之后，我们再来做一次报告。我们看到它这个内装已经是 A 级 Class 的灰色的内装当R129都几乎都真皮的。OK， 好，里程数我们看到表头上面是8万多OK， 它这部车还有定速这很难得这部车是有定速的。好，我们来做一个冷车的今天冷车第一次发动，来大哥来红火
我们看温度表低于40哈。好，大哥来做个冷车发动，今天早上的第一次发动。好，发动。哦，这直接1点就着了。整数看到大概在900左右，1000左右，因为它现在是冷车提速。OK， 所以它冷车发动是1点就着了。那我们看到它的上面3个表。上面3个表，现在冷气有运转当中，大哥把冷气关掉，否则会太吵。因为它这个冷气按键其实是接受不良所以车主跟我讲，他冷气有时候会跳开。建议车主有事没事多按那几次按键，因为今天要拆修那个面板的话也是蛮麻烦。大哥发现说多按几次它就正常了好，我们现在看到上面3个表，右边是怠速马达的供电电压，这是正常的。大概在5到6伏特之间。左边中间的是空气流量感知器，大哥更换过之后的这片电压，目前应该在冷车提速现在大概在1伏特左右。然后左边最左边的是拆压阀的供电电流，也就是说它冷车提速、冷车加浓冷车加浓的功能已经完成，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它并没有电流的。电流量的数字。那这部车我们最困扰的，对车主来讲，就是因为发动时好发，时不好发，那就是因为分油盘造成供油不足，使得难发动。我们希望这部车子在使用陪我们用20年，因为20年以内理论上它不应该再堵塞。那它堵塞应该20年以后，整个电路点火系统跟供油系统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我们希望它能够达到环岛的要求，也就是说它能够开长途，而且是快乐的开长途想开就开，想停就停，我们能够很放心的车子身体健康，能够陪我们跑长途。我们希望它是快乐的出门安全的回家OK，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提速。这整个经过大哥整修过这分油盘，就低速高速都很顺畅油门的控制是非常的敏捷，而且是油门我们踏板的深度跟速度是几乎是同步的不会迟滞。我们经过这次整修过之后，我们记得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一次，如果不开车的话，最好是天天开，因为老车是放坏的。我们希望它油水电都能够很正常的运转因为引擎有发动，引擎的高温会使得我们的引擎室里面是维持干燥的他毕竟还是个老人家，人90岁报废，车子30年报废。这部车30多岁，人的年纪应该超过100岁了，所以老骨头希望多运动如果躺在床上不动，长褥疮人就挂掉了。好，我们再到车内来。我们看，转速降下来了。我们刚刚看，冷车提速是
900转、1000转，现在已经降到750了。好，我们来做个提速看看。是非常顺畅。我们现在做一个，现在温度，快80度了，70几度。我们来做一个冷车重新发动。好，大哥关掉电源。好，现在热车重新发动，这一点就着了。所以，车主的这个困扰应该。这个按键，其实是因为接触不良有时多按几次就好，这是不常用车子不常开就会造成这个缺点。我们预祝这车主从今以后很快乐的，跟这个车子相伴20年。大哥的心愿就是希望每一部老兵士都身体健康然后快乐的引擎运转跟车主让车主能够放心是车主最好的朋友有些车子经过30年，他可能也许是一手车主，那就会留下很多的记忆。好，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